你知道吗？美国可是全球河流生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说得上是重灾区。那问题出在哪儿呢？主要元凶其实是水坝。水坝把河流的自然形态给彻底破坏了，尤其是洪泛区。结果呢，河岸被越冲越窄，旁边的植物越来越少，水里和水边的生物种类也跟着消失了一大半。更糟糕的是，如果再来场野火，那真是雪上加霜，把河边残存的一点生机都给烧没了。不过，在美国的华盛顿州，人们还真找到了一个野火后让河流满血复活的神奇办法。生物学家们往那儿放了一批河狸，嘿，你还别说，这片被大火烧得黑乎乎的土地，没多久就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复苏迹象。所以这事儿能成，真得归功于河狸吗？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甚至有点离谱？但事实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河狸到底有什么魔力？咱们得从美国最著名的河流说起——密西西比河。它就像美国的大动脉，连接着本土近一半的土地，还有数不清的小支流。想了解人类对这条河的影响有多大，看看墨西哥湾的那个死亡区就知道了。几乎每个夏天，路易斯安那州近海都会有一大片海域变成死水，这都是因为农业和工业排放的污染物，比如硝酸盐和磷，顺着密西西比河流入大海，把水给毒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密西西比河流域被开发的太厉害了，导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宝库——洪泛区森林和湿地大面积消失了。啥是洪泛区森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会呼吸的森林，它和普通森林一样，但特殊之处在于每年都会被密西西比河或者它的支流定期淹一次。正是因为这种周期性的水淹，这里的物种才特别丰富，从常见的小动物到需要重点保护的物种都在这儿安家。比如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洪泛区森林里，光是鸟类在筑巢和迁徙的时候就能容纳180多种。如果算上昆虫、鱼类什么的，那物种数量能达到数千种之多。可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没停过对密西西比河上下游的开发。现在上游地区历史上近一半的洪泛区森林已经没了，你经常能看到大片大片枯死的树木。比如这张照片就是在明尼苏达州和爱荷华州边界的雷诺底野生动物保护区拍的。而在物种同样丰富的下游，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森林覆盖率只剩下可怜的30%。乍一听好像还行，但你得知道，这片河谷曾经可是被森林完全覆盖的。最让人痛心的是，洪泛区森林的消失，让密西西比河和它的支流彻底变成了一个洪水制造机。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地方发大水，对生态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华盛顿州。说到河流退化或者生物多样性下降，你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地方可能不是这儿，毕竟华盛顿的自然风光看起来原始又纯净，河流也干净的没话说。对，但这只是表面光鲜了。实际上，人类活动早就悄悄地把这里的水域生态系统给破坏了。你看这组数据，美国进步中心 CAP 的报告说，华盛顿州超过46%的河流都被我们改造过。这个数字背后是68%的大型河流和42%的小型溪流都发生了改变。还有更直观的光是大型的水坝，华盛顿州就有751座，导致10%的河流都失去了自由流动的能力。另外44%的河流流经的都是被人类高强度开发过的地方。你能想象吗？在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刚来的时候，河边和湿地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40%到50%。后来因为过度放牧、开垦农田、砍树挖矿，这些地方变得越来越简单，动植物的家园也大面积退化，数量锐减。现在呢，这些宝贵的森林和湿地只剩了区区2%。可以说，这地方的生态基础已经相当脆弱了。偏偏屋漏还逢连夜雨，一场大火更是雪上加霜。2015年，梅托河的一条支流特维斯特河就经历了大火，烧了足足1万多英亩，现场惨不忍睹，生态被彻底摧毁。要知道，这条河之前情况就不太好，这一把火下去，生物多样性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土地和河流的双重退化，让这里几乎成了死寂之地。那问题来了，这么一片废土，是谁救了它？又是什么能在被人类和大火双重暴击后，让河水重焕生机呢？答案有点出人意料，竟然是河狸。你可能觉得河嘛，就是啃树根的，看着是在搞破坏，但你可能不知道，河狸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多到数不清，梅托河、特维斯特河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后来殖民者来了，为了他们的皮毛大肆捕猎，差点让河狸在这里灭绝。转机发生在2007年，一个梅托河狸项目启动，目标是重新恢复这里的河狸种群。2015年大火后，研究人员就在附近的黑峡谷溪流里放了3对河狸，你猜怎么着？没过多久再去，他们不仅顺利活过了冬天，还建起了1、2座水坝。再往后发展就更厉害了，每个观测点都冒出了7座以上的河狸坝，土地修复的进度快得惊人。
为啥说河狸厉害呢？因为他们是顶级的自然工程师，他们筑坝是为了给自己建个安全的池塘家园，但这个行为恰好完美契合了生态修复的需求。水坝把水拦住，让河水漫溢出去，正好补给了那些因为人类活动而干渴已久的河岸森林和湿地。对于火灾后的生态来说，河狸简直就是一针大自然的强心针，他们创造出的湿地和森林立马就成了各种动物争相入住的豪华公寓。不久后，研究人员再次回到那片烧焦的土地，看到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座座水坝后面是成片的新池塘，周围长满了水边的植物，还有白杨的嫩芽在发芽。很明显，这片新生的湿地很快就会吸引鹿、麋鹿、水鸟这些喜欢湿地的动物来安家。当然了，河狸这身行头胖乎乎，行动慢，也让他们成了郊狼、熊这些捕食者的盘中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客观上丰富了食物链，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只是对他们自己来说，风险确实不小。科学家们发现，只需要几只河狸就能修复一片被大火彻底烧毁的区域。它们被称为关键物种，真不是白叫的。它们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修复土地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河狸这小家伙本事可大了，甚至能帮我们抵御火灾和干旱。这不正是现在全世界最头疼的问题吗？从2008年起，在美国林务局、华盛顿州鱼类与野生动物部，还有东喀斯喀特地区三文鱼恢复基金的一起努力下，已经有超过300只河狸被重新安家在了湄沱河的上游支流。你能想象吗？一座小小的河狸坝造出的池塘就能存下100万加仑的水，那300只河狸能造出多少个这样的池塘呢？项目组经过仔细一查，发现这些河狸总共修了176个池塘，光是对其中62个进行统计，存下的水就快有500万加仑了。这水够一个普通小镇的家庭用上整整5年。而且这事儿还没完，每年这些河狸坝都能攒下6500万加仑水，够一个家庭用上24年。这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大水库啊！不光地上存水，哥伦比亚河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河狸的池塘还能在地下偷偷存水。光是监测到的12个群落、29个池塘，每处地下都能存下多达660万加仑水。那这对抗旱到底有啥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跟我们修的人造水库差不多。天干的时候，河狸存下的水就能补上来，供我们用。到了大夏天，这些水还能慢慢的流到下游，给我们送去清凉干净的水。要是没有河狸帮忙，很多河道一到旱季就直接干涸了，啥水都指望不上。那又是怎么防火的呢？咱们就拿2015年特维斯特河那场大火举个例子，答案特别简单，还是靠他们修的池塘。水是点不着的，这些池塘就像一道天然的防火墙，火势到这儿就被挡住了。湄沱河的项目就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后来发现，很多池塘只有一边被烧黑了，靠着池塘的另一边，植物都好好的，一点没伤着。而且这些池塘还能当消防员直接取水用。项目组的人就特别骄傲地说，有一次灭火就直接从一个池塘里抽了水。除此之外，河狸不光会筑坝，他们建的池塘简直是个多功能生态宝库。这玩意儿能拦住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就算山上下暴雨也能减轻泥石流的破坏。发大水的时候，它还能当个缓冲垫，保护下游的家园。所以说，河狸绝对是全能型生态救星，能把一条快病倒的河流慢慢恢复到健康状态。更厉害的是，它们还能帮到一个大家伙——三文鱼。你可能对三文鱼的生命旅程有点陌生，这故事还挺曲折的。它们从小溪里的鱼卵里孵出来，在淡水里长大，然后顺着河流游进大海，在辽阔的海洋里猛吃长壮。等长到足够大，它们就会历经千辛万苦，再回游到当初出生的小溪里产卵，完成一生的循环。说到三文鱼，华盛顿州那可是块宝地，条件简直完美，有数不清的小溪和能直通海洋的水道，是7种三文鱼的理想家园。但问题来了，从1990年到2020年，华盛顿州的人口猛增了63%，预计到2040年人口会突破900万，未来20年差不多要再增加一个西雅图那么多的人口。人一多，地就紧张了，为了盖房子、修路、搞娱乐，大片土地和水源都被占了，这直接导致三文鱼的家园越来越小，而且以后只会更糟。就拿普吉特湾来说，那条2500多英里的海岸线，已经有1/3的地方三文鱼没法生存了。为啥？因为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和道路，修了各种水坝和防护工程，这些工程改变了河水的流动，也破坏了三文鱼和它们食物的生存环境。比如，本来海浪拍打悬崖会冲刷出一些小滩涂，那是三文鱼找吃的昆虫、小鱼的关键地方。现在滩涂没了，饭碗就丢了。再说回红泛区，那片每逢下雨就会被淹的低洼地，
也被我们人类破坏得够呛。有报告说，华盛顿州50%到90%的滨水区要么没了，要么被改得面目全非。这些地方本来水草丰美，能给河水遮阴降温、净化水质、固定河岸，还是小鱼的避难所。说白了，这里就是小三文鱼的托儿所和食堂，把这些地方毁了，对三文鱼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当然，要修复这一切需要一套完整的方案，华盛顿州也正在积极行动，而这时候我们的河狸朋友又能派上大用场了。就拿华盛顿州的图利普河狸项目来说，从2014年开始，他们已经放归了200多只河狸，主要目的就是挽救数量越来越少的三文鱼。河狸建的这些池塘简直是给小三文鱼量身定做的天堂，水温刚刚好，凉爽舒适。2. 绿化超棒，植物茂密，能遮阴。3. 食物管够，昆虫多得很，小家伙根本不用愁。对那段九死一生的洄游来说，这些池塘就是他们最完美的临时加油站和育婴房。现在项目团队还没法统计出三文鱼具体增加了多少，因为他们没那么多资源去做全面的鱼群普查，所以生物学家们就转而监测一些更容易看到的数据，比如水温降低了多少，新造了多少个池塘，池塘有多大。对他们来说，只要家变好了，鱼的数量自然会回来。生物学家们就爱举这个例子。我们亲眼看到一些地方完全变了样，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河狸社区，里面有12-13个水坝，几十个池塘。现在这些池塘里挤满了成百上千的小三文鱼，看着就让人开心。这么一来，这些放归的河狸项目不仅让退化的河流重获新生，为三文鱼和其他动物创造了家园，其实也救了河狸自己。为啥这么说呢？对河狸来说，他们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被当成害虫打死，要么就参与到这些项目里，过上安稳生活。问题在于，在很多地方，河狸还是不受待见。他们爱啃树，总在自己住的河道里大兴土木，搞得农民很头疼，所以常常被当成捣蛋鬼给捕杀了。但现在梅托河狸这类项目改变了这一切。现在华盛顿州的居民如果遇到肇事的河狸，第一反应不是动手，而是给项目团队打电话，然后由专业人士把这群小捣蛋鬼转移到更需要他们的森林里。说起来，现在所有在积极修复河流的河狸，其实都是从问题少年变身生态英雄的。比如有只雄河狸因为啃了苹果树被抓了，还有只红棕色的雌河狸因为破坏白杨树被请了进去。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改变河狸爱啃树的天性，那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但如果我们能巧妙地引导这种天性，让它往对环境、对人类都有利的方向发展，那对河狸和咱们人类来说就是最完美的结局了，不是吗？